叶晨听得惊讶，忍不住问他，当时在北欧，你还有一位老者陪伴，当时你在我面前叫他爷爷，但他实际上也是你抚养长大的孤儿吧？林婉儿微微笑道，公子说的那个老者叫老张，他是奴家在77事变之后启程前往美国之前，在燕京收养的最后一个弃婴。顿了顿，林婉儿继续道，其实大部分这样的孩子在20多岁之后都会在奴家的帮助下自立门户，有些资产说是交给他们代为打理，但其实就相当于是奴家给他们的一笔馈赠了。这200多年里，已经不知道送出去多少财富，只有极少一部分像老张那种与奴家感情十分深厚又心甘情愿留在奴家身边的孩子，奴家才会一直带着。毕竟奴家一介女流，又没什么防身手段，四处逃亡时也需要有人从旁照顾。除了老张之外，原本还有一个生于1942年的美国女孩也一直追随奴家左右，但前些年她因为癌症已经去世了。这套宅院的主人是奴家在77事变之前收养的，当时还在襁褓之中，奴家后来带着她去了美国，她在美国考入了耶鲁大学，毕业之后我便让她去了东南亚，接手我在那里的一些产业。这些年她经营有道，已经成了当地的首富。燕京那个帮奴家查到公子许多资料的老孙，同样是奴家在77事变前收养的，之前也一直在美国读书深造，1963年回来建设祖国，后面这些年发展的也很不错。说到这里，林婉儿微微一顿，又道，奴家到了美国之后，也在美国收养了几个孤儿，不过2战结束之后，科技越来越发达，破清会的实力也愈发壮大，奴家便谨慎了许多，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一些岛国辗转了几十年，这中间没敢再继续收养，前几年辗转又去了北欧，结果就在北欧遇到了公子。叶晨默默听完林婉儿的叙述，心中已然泛起惊涛骇浪，300多年的经历，林婉儿轻描淡写，可是这轻描淡写中不知囊括了多少万里的路途与艰辛，也不知包含了多少次的世界巨变，想来他这300多年一定极其坎坷，布满磨难。林婉儿说完这些，见叶晨沉默久久不语，便笑着问道，公子知道奴家活了这么久，是不是很羡慕？叶晨看着他，轻轻摇了摇头，发自肺腑地说道，我不羡慕，甚至有点心疼。心疼？林婉儿一怔，下意识地问，公子是心疼奴家吗？是。叶晨看着他，微微点了点头。林婉儿眼眶一热，连忙转过脸去，故意强笑着说道，奴家有什么好心疼的？奴家的故事要是说去给外人听，不知多少人羡慕的死去活来。话虽这么说，但即便他抬头看向天花板，可眼泪还是不受控制的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林婉儿慌忙擦去眼泪，眼中闪烁着泪光，却笑着问叶晨，对了，公子为什么心疼奴家？叶晨感慨道，我虽未得长生，但一想到我有可能活到200岁，我便已经惶恐不已。如今听你说你一个小姑娘，竟然独自在这风云变幻的世界上活了将近400年，而且还是人类社会最为动荡的400年，这中间不知历经多少颠沛流离，多少痛苦磨难，想想这时令人心疼。这一刻，林婉儿看着叶晨，只想在他面前痛哭一场。300多年来，他从来没为自己得了长生而庆幸开心过，相反，他早就厌倦了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过去的300多年里，他无数次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一想到父亲用他自己的生命才换得自己的长生，他便只得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毕竟他心里清楚，父亲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一直活下去。他希望他的宝贝女儿长命100岁，甚至长命100岁还不够，500岁才最好，而他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正因为如此，林婉儿才无数次在即将崩溃的边缘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可是他的内心早已经饱受长生的折磨与摧残。叶晨也确实心疼眼前这个小姑娘，即便她真的已经快400岁了。此时
林婉儿长叹一声，红着眼睛哽咽道：“奴家谢谢公子怜爱。”说完，林婉儿又道：“奴家曾经调查过公子的过去，知道公子与破清会亦有深仇大恨。若公子愿意，从今日起，奴家愿拼尽全力助公子斩杀吴飞燕。届时，奴家也能结束这300多年的逃亡生涯，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叶晨轻轻点了点头，坚定地说道：“林小姐放心，破清会杀我父母，又屡次想杀我外公外婆全家，此仇我定要让吴飞燕血债血偿。”言罢，叶晨有些颓然地说道：“只是这吴飞燕实力想来一定非常强大，别的不说，那许长青自爆时大骂英主狠心，想来他自爆的强大能量都是英主留下的手段，单就这一点我就望尘莫及，更何况他比我多活了300多年，各方面经验都要比我强得多，能不能打得赢他，我目前还没有把握。”林婉儿安慰道：“公子不必沮丧，吴飞燕虽然比公子多活了300多年，但她绝对没有公子如此机缘，更何况奴家当初为了寻找公子的下落，曾经算过一卦，公子的卦象乃蛟龙入海，如此看，公子必是龙格之命，这一点是吴飞燕多活1000年也赶不上的。所以即便公子现在不是吴飞燕的对手，假以时日，公子也一定能超过他。”叶晨感叹：“那就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了。”林婉儿看着叶晨，郑重说道：“无论需要多少年，奴家都相信公子一定能手刃仇人，而奴家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那天的到来。”叶晨有些吃力地抬起右手，端向着手指上的那枚戒指，自嘲地笑道：“吴飞燕若是得不到这枚戒指，那她只剩下100年可活了。这100年里，我若是杀不了她，她就老死了。”林婉儿笑道：“公子无需有太大压力，吴飞燕若是老死也并非不可接受，毕竟谁活得久，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叶晨摇摇头，目光如炬地说道：“不行，若是让吴飞燕自然老死，就太便宜她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她。”说着，他忽然想起什么，脱口道：“对了，方才许长青自爆之时，我曾见到一个女人藏身附近，那女人之前一直隐匿行踪，但最后一刻气息暴露，她身上有灵气，应该也是一名修士，或许是破清会另一名伯爵，而且她离爆炸中心有10丈距离，想来或许还活着。”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